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闲暇之语，我是阿杜。本周是胜利女神尼基的发售日，所以我们本周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尼基的4门4城门的牌组构成。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，也请大家觉得如果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点下订阅，也可以到 FB 的粉丝页来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。那么事不宜迟，就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。好的，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团队构筑的4门4城门的牌组构成。牌组的特色是超过30以上的魂科构筑出的高暴击牌组，高魂科能够有效的让这一次我们选择的3等陶乐斯联动的成功率提高，让尾盘对方面对极高的魂伤与取消烧来连续给伤。那在接下来，我们会从0等到3等依序来说明每一个阶段我们的看法。如果有任何的错误或看法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交流，我们也都会虚心接受指教的。首先是0等的部分，这一次我们选择了7种卡片来使用。主要的目的是让1等的联动能更快速的完成准备。这一次的0等中有几张卡片是特别重要的。首先是0等的小红帽集中，依效果在手牌上场的时候可以支付代价，依据等级做出不同的效果。1等可以加魂，2等可以催人，3等可以给予50点的烧伤之后4找1，是效果很不错的集中。接着是这一次的尼基的换名场红莲暗影。本身1效果跟牌组换名场，2效果场上送控时可以看牌顶最多2张，之后选择1张等级1以下的角色加手。那由于代价是把休息室蓝色的角色放置到伤害区最下方，除了代价能够协助配色与防卡等之外呢，本身具备的检索功能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效果。接着是这张0等的泳装拉皮，1效果满足条件可以抽1丢1，2效果天命场面的时候，可以给自己1张角色获得喊打看牌顶2张之后，选择1张放回牌顶的效果。那由于我们这一次构筑选择的1等联动来说呢，这个是能够有效降低第一次联动看到名场面的情况，且1效果抽绿的能力也能够帮忙把手上不要的废件或者名场给解掉。这一次牌组的主要战术，我们分为几个部分来进行说明。首先是牌组的核心战术，搭配3等形成的高魂科。由于2等的白雪公主1效果，所有的木门都会获得魂科，因此整副牌组包含这个效果在内，就会有34个魂科，几乎每一下都是暴击的状态。因此2等时尽快将这张白雪公主拍上场，会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步骤。接着是第2个部分，联动之外的副打手与配件。我们选择了1等银华作为副打手使用，1效果条件加工，2效果在击倒对手时可以支付代价，检索牌组指定特征的角色。前期非联动的时候，能够用来协助抓联动或者功能牌来保持牌组的运转。这一次联动，我们选择的是这张红色等级1的神罚，1效果是条件加工，2效果是联动，喊打时公开牌顶回收休息室等级 X 以下的角色 ，X 是公开的那张卡片的等级。那如果公开等级2以上的话，就可以将牌组上方最多1张填能。本身除了基本的回收之外，还能有额外的赚能量。搭配0等的拉皮的话，就能保证其中1台的攻击尽可能的是自己希望的情况，是一个还不错的搭配。因此在开局的时候，主要的目的是完成1等的角色联动准备，然后搭配1等联动的辅助卡，接着就可以开始进行联动或者下副打手银华来进行展开。展开的情况就如同画面上所呈现的，前台1等联动转牌或者拍1等的副打手来检索要的角色，后列在2等之前为小红帽的集中以及拉皮的0等来持续使用效果跟过牌来给前台看牌顶的效果来协助联动展开。由于神罚的回收对象是看牌顶，所以0等到3等是都有可能的。在这边我们推荐几个检索方向作为参考。首先是 A 方案，0等的回收对象，回收看 X 找1的安克、换 C 叉、公开牌顶回收休息室的臭臭泥，以及给看牌顶效果的拉皮是较优先的选项。接着是 B 方案，推荐回收休息室的自己或者是1等的银华。那由于银华本身不用联动也可以检索，因此如果神法无法在下个回合联动的话，可以改成用银华来检索，让牌组不管有没有联动到1等的正副打手都有办法持续推进的情况。接着是 C 方案，等级2以上的选项，除了最优先的白雪公主之外，2等的诺伊斯是我们这一次2等选择的副打手选项。之后进入2等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回收3等来准备杀招。进入2等之后，主要还是维持1等的运转，而除了联动之外，我们在2等选择的打手是这张红色的诺伊斯。1效果手拍上场支付代价，可以加工，并且到下个对手回合结束为止，对方无法使用事件。2效果是喊打时获得攻击力以及正面角色不能侧打的能力，本身存在一定的妨碍性。
攻击力在喊打时就会有10500，是很好的打手兼妨碍。接着是这张等级2的普利瓦蒂女仆，一效果是名场区有放名场的话，所有领域的这张卡片都会获得火烧符号。二效果是条件重置牌组，虽然放4张能够增加不少的火烧，但考量牌组运转的情况，我们本次使用的重点会放在它2效果上面。在其他功能牌的部分，我们选择了1效果条件加工、2效果催人的鲁德米拉以及陶乐斯的撕出刀作为配件使用。3等的部分，我们选择了3种卡片来使用。首先是这张等级3的爱丽丝，1效果条件找出，2效果条件获得攻击力以及把对手击倒放到牌顶上方的能力，3效果是把伤害区1张卡片回手的特回。接着是这张红色等级3的神罚，1效果手拍上场拉自己手牌等级以下的角色上场加攻击力，2效果获得喊打挖牌底4张烧 X 伤害 ，X 是名场面的数量。如果无法凑出3台陶乐斯的登场与联动费用的话，跟神罚一起的组合就能有效的让另外2台陶乐斯完成联动，是一个不错的副杀招选项。接着杀招的部分，选择的是这张蓝色等级3的陶乐斯，1效果手拍上场回血，2效果是联动，贴名场的时候支付代价，接着获得攻击力以及2个能力，分别是给你其他所有领域定符号有魂科的卡片火焰的符号。第二个效果是喊打时看牌顶最多2张，选择1张放回牌顶，另1张送控。展开的台数越多，压制力就越强的联动。且由于给予火烧的符号效果是赋予，因此在3台展开的情况下，对手除了要面对每一下几乎都是暴击的攻击之外，取消之后产生的连续烧伤也能造成非常大的压力，是非常强悍的联动。要特别留意的是，这个联动是放置名场面的时候就要付代价。所以杀招展开之前要如何凑足9能，就会是非常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分享的尼基4门4城门的牌组构成。这一次我们在构筑与测试的过程中，由于神罚本身无法周回，因此1等到2等这段期间，如何非联动持续运转或者保持联动，是我们在过程中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。最后我们选择了1等非联动检索的银华，能过牌的0等拉皮以及开 X 找1的0等安赫作为功能牌来作为搭配，才让运转上相对好一点。2等我们原本也考虑过要不要放3等的小红帽，但考量这样的话3等陶乐斯的费用就会有点尴尬，所以使用2等的诺伊斯来作为2等阶段的副打手选项，最后完成目前的构筑。那么网络上的牌组构成资讯很多，也希望大家透过众多的资料与本频道中获取些组牌的灵感。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、想法或建议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与交流。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